之前我们讲了，明末三大疑案其实有5个，我们已聊过其中的为楚王案，剩下的4个分别是妖书案和知名度更高的挺击、移宫、红鸾3案。这几个案子都有一条主线贯穿，那就是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所谓争国本，实际上就是立太子的问题，也即未来皇帝交接班的问题。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它本质上就如押宝一样，大臣们谁押中了，将来新皇帝登基，谁在仕途上便能鱼跃龙门。万历在15岁时便大婚册立皇后王氏，王皇后在中宫42年只生下一位长公主，没有给万历生下儿子，这可把李太后急坏了。于是在小皇帝满18岁这年，在明摄宗张居正的建议下，万历决定按前朝嘉靖帝的旧例遴选9嫔，在民间广招秀女。经过了长达半年的海选、初赛、复赛、决赛，终于选出9位淑女，其中 C 位出道的是郑淑嫔，民间传言本名叫郑梦静，成了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女人。不过郑淑嫔一入宫就输了，因为光受宠没用，还得最早诞下皇子，而此时已经有一个姓王的宫女怀孕了。起初万历不想认账，他嫌这个宫女出身太低。然而按照明代皇室的惯例，皇帝临幸宫女需赏赐物件作为凭证，且被随行太监把同房日期和赏赐物件记录在起居注中。急着抱孙子的李太后便找来起居注和万历对峙，小皇帝涨红着脸支支吾吾，终究还是抵赖不了。李太后自己也是宫女出身，对宫女王氏的际遇颇有些感同身受的共情，便劝小皇帝，若生下的是男孩，便是宗耀社稷之福，母以子贵，何必在意出身？何况你万历小子不也是一个宫女生的吗？于是万历10年6月，由定国公徐文弼和大学士张嗣维主持典仪，册立宫女王氏为王宫妃。此时张居正已经病重，再过几天就要去世了，所以张嗣维算是代替张居正的备胎。这个徐文弼是大明开国功臣徐达的第3子徐增寿的后代，徐增寿就是靖难之役中偷偷给姐夫朱棣送情报，结果被建文帝朱允炆宰了的那位。所以说还是建明好养活，徐增寿这名字属实是起错了。过了2个月，万历10年8月，王宫妃诞下一名皇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只领了1个月皇帝体验卡的太昌皇帝。事实上，万历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出身的王氏，也不在意她生的儿子，他只在意淑嫔郑氏。万历11年，郑氏怀了身孕，被册封为德妃，随后诞下一名公主。虽然是个女儿，也把万历高兴坏了，给那个大臣赏赐了一堆布匹金银之类的小玩意。次年，郑氏被晋封为贵妃，同年生下皇子朱常洵。可惜和徐增寿一样，这个常洵也没续上命，出生1岁就夭折了。郑贵妃毫不气馁，再接再厉，于万历14年正月初5，迎财神这一天生下皇子朱常洵，就是民间传言日后被闯王李自成炖了做成福禄宴的那位。朱常洵的出生简直把万历高兴疯了，在宫里到处大撒币，张口就是问内库要20万两银子。首辅申时行一看坐不住了，此时的大明财政情况并不乐观，这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败家皇帝张口就是20万两，太仓库就是拿得出来也得说拿不出来。于是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万历还是从仓库里取走了15万两银子。万历大撒币的举止引来内阁群臣们的担忧，他们倒不是忧心银子，而是担忧万历对皇三子的偏爱已经超过了长子嫡长子继承制，这是祖宗立下的规矩，没有嫡子就立长子，万没有立一个非嫡非长的皇子当太子的道理。若万历执意要立皇三子为太子，那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于是就在皇三子出生不到1个月后，内阁首辅申时行联合诸位朝臣，赶在朱常洵的满月酒之前，向万历皇帝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的回答非常敷衍，他说皇长子年龄还小，身子骨弱，经不起典仪折腾，等2、3年再说吧。这个回复显然不能让群臣满意，于是在皇三子朱常洵满月这天，申时行等人又上奏本，说典仪并不繁琐，很快就能完成。重要的是，皇上您赶紧把东宫的位置定下来。这下万历也没法反驳了，只好转移话题说今天是皇三子朱常洵满月，与爱卿们同乐，说罢赏赐了一堆金银财宝，企图堵住申时行等人的嘴。反正就硬是把这件事拖下来了，申时行等人也拿他没办法。万历迟迟不肯立太子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郑氏王皇后还没有生子，
而朱常洛的母亲是宫女出身，地位低，等王皇后有子再说。事实上，王皇后身体不好，一直没能生出儿子。万历希望王皇后死了以后，立郑贵妃为后，然后立长询为太子。王皇后是个没眼力见的，虽然有病，但迟迟不死，所以立太子的问题被拖得迟迟不决。而群臣就为此责怪郑贵妃，使万历感到非常为难。还是万历14年，万历又整了个大活，要册立贵妃郑氏为皇贵妃。此举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明朝250年来，只有16位皇贵妃，其中2位还是死后追封，足可见这一称号的尊贵。何况皇后还没死呢，皇后还在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册立皇贵妃的。于是有些言官就想，万历册封郑氏为皇贵妃，莫非是想子以母贵，为废长立幼铺路？这年2月初7，科道言官集体上书，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东宫。万历回复一句知道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首先发难的是给事中江英林，他表示皇帝若要册立郑贵妃，就请先册立王宫妃为皇贵妃，可以2个典仪一起办了，但要以王宫妃为先。此外他还表示，皇上您要想真正打消朝臣们的疑虑，还是要早立太子。朱翊钧闻言震怒，说小江窥探上意，把他发配去山西一个小县城当典史去了。大明言官有一样好，就是不怕死，敢和皇帝硬刚。第2天，吏部员外郎沈景上奏重复了一遍小江的发言，不出意外又被皇帝降了3级，从吏部的办公室罚到行人司跑外勤去了。这里要插一句，这位沈景是个戏剧大家，能和汤显祖齐名的那种，不过此时他还没有开始戏曲创作，要等到万历17年他辞官归乡之后才开始写剧本。第3天，礼部集体上书，眼看事情闹大，这下万历不得不出来安抚他们，说朕贬了小江小沈是因为他们污蔑朕要废长立幼，朕压根没这个意思，都是他们的错。眼看皇帝终于在国本仪式上明确表态了，首辅申时行松了口气，也不管这2个倒霉蛋的死活了，当时就说皇上圣命，皇上还是早点把东宫的位置定下来为好。万历听了之后也不表态，继续拖。接着在万历15年、16年都有不少官员奏请册立东宫的上书。到了万历18年，万历召集内阁申时行、许国、王希爵、王家平诸人议论。万历表态说长子常洛体弱，想等他长大一点再说。辅臣向神宗建议说东宫的事可以放，但长子已经9岁了，该让他出阁读书了。在明朝，出阁读书是专属皇太子的礼仪，万历怎么会看不出这群人的小算盘？照例又用皇长子体弱多病不宜读书的借口敷衍过去了。接着从万历19年到21年，仍有不少人请立东宫，万历还是想拖下去。他说皇后年纪尚轻，还有生育的可能，倘若皇后生了嫡子，不就有2个储君了吗？想等到皇后生不出的时候再立朱常洛为太子，眼下先把皇子一起封王。这就是3王并封事件，结果还是缓兵之计，把事情再往后拖。这件事又进一步导致群臣联名上书请立东宫，而且攻击首辅王希爵。这次联名的群臣中有顾宪成与顾允成兄弟俩，这2人便是后来东林党的建立者。从争立东宫起，党争问题便处于萌芽和孕育之中，只有王希爵夹在万历和群臣之间勉强进行调和。在大家的压力下，王希爵再次上书请立东宫，万历也退了一步，3皇子居廷封，事情还是继续往后退。王希爵再次上书力请建储，于是神宗又找阁臣商量，想让皇长子与皇三子一起出阁就读，实际上是变相的3子并封。王希爵认为皇长子明年13岁，皇三子9岁，应该有一个先后缓急之分。万历22年2月，万历只能让皇长子出阁就学，围绕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演了一场历史的悲剧。实际上这个悲剧的背后，各个方面都是围绕未来权力交接时国家权力如何再分配的问题而争斗。参与征国本这件事的诸人，都是为了未来权力在分配时能得先筹，能多分一杯羹而已。对于当事人的实际感受，则完全置之不顾。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以后，这个纷争不但没有告一段落，反而有加剧的趋势，比如后面会讲到的2次妖书案。有人也许想不明白，立谁为太子这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把整个朝廷都吵得鸡犬不宁。
其实争国本一事之所以重要，恰恰由于它没有意义。朱常洛与朱常洵这两个人，从才能和贤德上讲，实在是半斤八两。明代的宫廷生活怎么能培养出好的苗子来呢？除了一大帮小人陪着吃喝玩乐之外，他们实在不懂什么。朱常洵活得长一些，下场更惨一些。从当时现实情况看，士大夫们气势汹汹的争国本，实在没有实际意义，却诱发了明末的党争，加速了已四处穿孔的国家机器的崩塌。仔细想来，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和今天政治舆论场上的争执没有什么明显差异，无非是从两个半斤八两的政客中间选一个自己看得顺眼的罢了。而争论谁当太子，也与争论 LGBT 人群的参政比例一样，对国事没有什么促进作用。明代朱朝的统治不仅是皇帝的交接，还有内阁的交接。万历这40多年，内阁换了好几届，从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王希爵、王家平、沈一贯、朱庚一直到叶向高，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使内阁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解体，后果便是东林党争。